气象监测报告，超强台风预计24小时后在澳岛发生，中级风力超10级，请各位市民做好防范措施。拉好绳索，抓紧时间，快！贵少，澳岛去不了了，这台风马上就要来了。必须赶回去！顾少，天突然中风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岂不是连爷爷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？顾少，那是什么？请问您是？林墨。哦，林姑娘，半夜登门，所谓何事啊？我来顾家取灯。抱歉，林姑娘，您说的话我不懂什么意思。不过现如今家主病重，不见外客，您他若不见我，撑不过半个时辰。等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内心告诉我要信他的话。那你还是随我而来吧。挂起来吧。永后到哪儿了？回大少爷，永后小少爷已到码头，正往家赶。这个不成器的臭小子，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还只顾着吃喝玩乐。这位是林小姐，她说到咱们顾家来取灯。关管家，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呀？你不知道大伙正忙着呢吗？她说如果不让她进来的话，顾老太爷恐怕很难坚持半个时辰。胡说八道！我爸不过是突然中风，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将死之人？真是晦气！把他赶出去！你说的取灯，可是指我顾家祠堂上供奉的那盏油灯？这灯就是顾家的气运，灯在顾家兴，灯灭顾家亡。你们一定要牢记祖训，好生看护这盏灯。大哥，那个传说不会是真的吧？爸，什么传说？嗨，就是顾家祠堂上放的那盏油灯。传说顾家的运势跟这盏油灯相连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相信这些东西？林小姐，如今家父病重，没经过他的允许，外人不可进入祠堂，还请原谅。他已经醒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还胡说八道？大夫明明在抢救呢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装神弄鬼，该不会是来我们顾家骗钱的吧？老太爷醒了，老太爷醒了！快去看看爸怎么样了。爸，你怎么出来了？
老太爷一睁眼就说有贵人到访，一定要出来。是大小姐吧？大小姐，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爸，他是谁呀？你给他下跪？你们都给我跪一下！不必了，小六，你起来吧。爸，快起来！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是我忘了规矩。妈，我没听错吧？爷爷叫她大小姐，她却叫爷爷的小名。老爷子中风刚醒，可能是一时半会儿还没认清人呢。小六，你还记得顾家的祖训吗？回大小姐，顾家祖训：坐营之财，取一散酒。这些年来，顾家一直都遵守着。既然一直遵守，那这灯为何熄了？正风，慈善基金会是你负责的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爸，顾氏家族的盈利90%都直接进入了基金会，这么大一笔钱，我觉得有点太不划算了。既然都是做慈善嘛，我就投资一些科研行业，将来还可以带些收益。你害死顾家了！爸，咱们顾家明明可以成为澳岛上的顶级豪门，就是因为这个什么鬼祖训，实力远远比不上其他的豪门世家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，为什么我们要捐出去那么多？你给我闭嘴！大小姐，老奴惭愧呀！老奴看着2个儿子长大了，就把家业交给他们打理，没想到可以做出这个纰漏来，还请大小姐恕罪，救救我们顾家。大小姐，您可要救救顾家呀！你爸是不是病糊涂了？堂堂顾家家主，居然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面前称自己为奴，这要是被传了出去，会被各大世家给笑话死的。我爸正在气头上，你给我闭嘴啊！晚了，难道顾家气数将尽？我指的是你的寿数。老奴都这把岁数了，寿数将尽又如何？可听大小姐的意思，顾家还有救。大小姐只要能救顾家，老奴就算是没命了又如何？程婷，以后基金会由你负责，立即查账，照原有规矩执行。是。不够。大小姐尽管提要求，就算顾家散尽家产，也在所不惜。我借你12个时辰，捐出90%家产，保你3年寿数，保全顾家。哎，越来越过分了啊！你知道顾家90%的家产是多少吗？你们顾家还真是规矩多呀！赚来的钱捐出去90%也就算了，就连家产也要捐出去90%啊！大哥，你说说吧。爸，二弟不过就是用基金会的钱去做了投资，这本身也是很多基金会的做法，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。你们懂个屁呀！爷爷，您没事了？永后来了。大小姐，您放心，捐款的事儿我立刻安排，先让永后带您去歇歇。你不是在海上？你不是在海上？在海上的时候，肯定是我看走了眼，怎么能有人在海面上行走？不过这也太像了，越看越像。你发什么呆呀？林小姐是我们家的贵客，大小姐，这是我的孙子顾永后。这孩子虽然顽劣，但极为孝顺。记住，林小姐教的一切，你都要满足她。
不得有任何怠慢。好，好，好，爷爷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招待林小姐的。林小姐，这边请。立即盘点家产，1分1厘都不能差。最新消息：超强台风路径向西发生偏移，不再影响澳岛，但未来仍有继续偏移的可能性，请各位市民谨慎出行。王叔，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小少爷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林小姐这样的小仙女满意。茶叶都换了好几道了，一口都没尝。这不是刁难人吗？我去找他。你别急，小少爷，我觉得不是刁难，是我们拿的东西啊太不上档次了，配不上林小姐，是我们有点太掉价了。哎呀，爷爷说了，一切要求都要满足的。这样吧，王叔，去把爷爷收藏多年的母树大红袍拿给他吧。哎，好。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。那母树大红袍拢不就1两，就连特首来了，你爷爷都没舍得拿出来，你竟敢往这小狐妹子屋里送！二婶、堂妹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来看看这位大小姐到底有什么魅力，竟然能让老爷子犯糊涂。二婶，爷爷说了，不要叨扰林小姐。你们顾家人还真都是老古板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们顾家从上到下就跟中了邪似的。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本事。让开！我不管你对老爷子下了什么迷魂药，但我告诉你，顾家不欢迎你。你最好给我马上离开。我老公本来做事做得好好的，被你搅得现在都不让他管事儿了。你竟然还让老爷子捐出90%的家产，凭什么呀你？二婶，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林小姐说话。爷爷说了，她是贵客。堂哥，你不会也被他迷惑了吧？没错，林小姐确实迷人，但也不至于你们一个个的都为她失了魂吧？不是你，我可听说呀，这有些女人为了能嫁进豪门，专门请大师用邪术来蛊惑人心。我看你用的就是邪术。这些都是什么字儿？该不会也是用邪术挂的符吧？妈，你没事吧？这好端端的烟台怎么就掉了呢？哎呀，邪术，你真的会邪术？我要向爷爷揭穿你！你给我等着！大小姐，我堂妹从小就被惯坏了，你不要跟她一般计较。这间房脏了，帮我再换一间。是。这幅字拿到祠堂。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偏要去惹林小姐？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一个个都把她当做大小姐的样子，凭什么她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呀？我爸一辈子没错过，他说什么不就得怎么做吗？再说了，这个林小姐一来，我爸就醒了，你不觉得这有点邪门吗？妈，那个林小姐的确有些邪门，刚从她房间出来，我的身上就发冷。那你们就甘愿捐出90%的家产？顾家可是千亿世家，90%啊，那可是多大的一笔钱呢！我也心疼啊！问题现在是老爷子当家，那他说怎么做，不就得怎么做吗？谁敢反对？他不是说能救老爷子命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捐出90%的家产，老爷子才能活命。大小姐，盘点已经完成了，我马上按照您的要求，把90%家产捐出去。离12时辰
还差一炷香的时间。嘿，王管家，同志，慢着，林小姐，按你所说，一炷香之后，我们顾家就会无忧。可这又怎么能够证明我们是听了你的话才会这样的？会不会我们顾家本来就没什么事儿，而你是来害我们的？放肆！怎么跟大小姐这样说话？老爷子，我已经让人给查过了，这个女人身份成谜，突然就出现在了傲岛。而且你说这早不出事晚不出事，偏偏她一出现你就中风了。还有今天早上我去找她的时候，头也被摔破了，还说是来帮我们顾家的。我看呀，八成就是来害我们家的。你怎么敢对大小姐如此不敬？老爷子，你也不跟我们说她什么身份，我看呀，她就是用邪术来祸害我们家。大小姐，老奴知错了，老奴违背祖训，罪有应得，蒙大小姐相救，留下老六这个孩子。老奴走后，顾家的家主就是他了，从此他就是大小姐的奴。顾家世代守护新灯，是基业，也是责任。你既为奴，可知该如何做？谨遵祖训，恪守大小姐之名。大小姐的身份，你根本就不配知道。爸，其实我觉得有些话呀，还是要说清楚的好。让我们捐出9成家产，势必会震惊整个傲岛。那我和大哥总应该知道为什么吧？大哥，你说。是啊，爸。祖训上说，取一散九也就罢了，毕竟我们顾家如今的产业遍布傲岛，就算是取一散九，这些年也攒下了1000亿身家，如今却因为他一句话，我们还要再散尽9成身家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你们，我这都是保你们的命。王管家，立即执行捐赠计划。好，老爷。时辰差不多到了，你尚有些时间安排继承人吧。多谢大小姐。大小姐能否帮我看看，我这2个儿子哪个更适合？都不同。我明白大小姐的意思。我这2个儿子，一个老实木讷，一个小心思多。那大小姐的意思是？他不错。我？你这个女人也太过分了吧！忽悠我们家老爷子也就算了，还要插手我们顾家的家事。老爷子永后还年轻，他怎么能够担当顾家的家主呢？爷爷，堂哥是什么样的人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除了孝顺，几乎一无是处。再说了，咱们顾家一大半的生意都是我爸在操持，您也不能只听他的一面之词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大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她这是为我们顾家好啊！说是为你顾家好，我看呀，他这是在装神弄鬼，还说要拿出9成的家产来为你续命，这没按他说的做，您不也没事吗？你说什么？爸，我跟郑峰就是觉得您在犯糊涂，那9成的家产，那可是好几百个亿呢，你随随便便听这个女人一句话就给捐出去了，您不心疼，我们还心疼呢。所以，我跟郑峰就在账上动了点手脚，扣了300亿下来。哎，您看，这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？你们阳奉阴违，害死顾家了呀！爷，爷，爸，大小姐，对不起。郑婷啊，马上通知王管家，把这钱给补上。是。
你们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爸，走走。容后啊，陪爷爷去祠堂，有些事儿可以交代给你了。大小姐，可否再给我点时间？爷爷慢点。嫂上那幅字明明就放在这儿的，怎么变成灰烬了？以防万一。容后，你是说大小姐写了一幅字，让你放在祠堂啊？林小姐，多谢你救了顾家。70年前，我来晚一步，顾家只余你一人。今非往昔，诱惑更多，人心难测。顾家护灯千年，功大于过。大小姐，您这一句功大于过，老奴自得其所。70年前，那你岂不是跟我奶奶一样大？容后跪下，跪下！容后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顾家的新任家主，你就是大小姐的奴。记住，大小姐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当奉为真理。大小姐要你做的每一件事，你都当不折不扣的完成。大小姐的身份，你更是不能对任何人说起。爷爷，你说的这么神神秘秘的，林小姐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我跟你说的，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爷爷，我一定会按照你说的办。这一次，大小姐护住了我们顾家的其他人，你爸那儿我会跟他交代清楚，你要好好服侍大小姐，切不可再出差错。顾家因护灯而兴，而这新灯却不只护着顾家。此次新灯将熄，是因为兽首现世，被煞气污染，顾家沾染了这其中的因果。去查查，他们都在哪里？是。大小姐，爷爷已经入土为安，我父亲说来看看您。进来吧。大小姐，先前多有不敬，我向您赔礼道歉。如果只是道歉，便不必叨扰了。不敢，不敢。家父已经再三告诫过我了，此次前来的确是有一事相求。家父生前将我二弟他们一家赶出了顾家，可他们毕竟是顾家人，与我血脉相连，还请大小姐能网开一面，让他们回来。这是你们的家事。谢大小姐。我让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的确有传言说12兽首有4尊在傲岛出现过，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一有消息就立马通知我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那个臭女人。二少奶奶，林小姐正在见客，不能进去。让开！你这个来历不明的臭女人，老太爷信了你的话，说你会护着顾家的其他人，可还把我们都赶了出去。那我问你，我的孙子为什么会死了呢？啊？难道他不是顾家的人吗？弟妹，你说什么？永一的儿子死了？大哥，我家永一至今下落不明，留下的唯一一个骨肉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夭折了。若是他，自从他来了顾家，就没发生过一件好事。爸走了，我孙子也没了，就连我们家家产分出去9成，都成了整个傲岛的笑话了。二叔，二婶，
浅姐，不过这件事情跟大小姐没有任何关系，她是来帮我们顾家的。帮顾家？帮什么了？啊？她来顾家这些天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全都是顶尖的，她又为顾家带来了什么了呢？永后，你爷爷已经被他骗了，你不要再被他骗了，别再相信他了，把他赶出去，马上！今天，二婶，不可无礼。若那孩子在顾家本该无恙，可你非要把他带出去，说到底，他是受你牵连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的亲孙子我自己一直带着，怎么可能是因为我出的事儿？你身上带着追魂锁，若不是这心灯护着，整个顾家恐怕都要被你追魂索命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幸好是回了顾家，不然下一个出事的人就该是你了。大小姐，真的有追魂索命这种事情？那岂不是说我们都不能离开顾家老宅了？短时间内无碍，超过7天定会出事。什么？鱼儿还在外面，那他岂不是会？老公，一听他胡说八道，什么狗屁心灯，什么追魂锁，说的一套一套的，我看他才是那个使邪术的人呢。大哥，勇哥，你们别被这个扫把星给蒙蔽了，我看呀，就应该报警。你闭嘴！你吼我！我现在为你们顾家看清这个扫把星的真面目，你竟然吼我！鱼儿出车祸了。什么？林小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救女儿，我就这一个女儿了。林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信你的，都怪我这张臭嘴，都怪我这张臭嘴啊！您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您肯定会救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求你了，救救我的女儿吧！林小姐，他们也是心急才冒犯了您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追魂锁只系血亲，你说你儿子失踪了，那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在哪？这儿就是我们顾家的一个码头，原本是交给我二叔负责，后来交给了永义，但1个月前他突然失踪了，我二叔就封锁了整个码头，但整整1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就在这里。什么在这里？怎么突然这么冷？煞气的源头就在这里。整整1仓库的尸骨啊！顾小凤，这个码头一直是你负责，眼皮子底下的事，你说你不知情？大哥，我是真不知道。那码头多少年我都不去了，自从交给了永义之后，做什么生意我都不过问的。爸，警方的调查结果还要等一段时间，但是经过初步判断，那仓库里的尸骨是经过专业处理的，是要被当作商品运出去。而从那个仓库地面痕迹来看的话，在这之前恐怕就运出去了一些。去查这个仓库是谁租的，这些东西都运到哪儿了？我们顾家是靠船运和码头起家的，竟然有人用我们的码头，用我们的船，干出这种伤天害理、贩卖人骨的事！顾正风，难辞其咎。大小姐，您说的煞气来源就在那仓库吗？那我们顾家今日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些白骨？那如果我们找些大师来办法事，再把那些白骨清理出去，是不是就可以确保顾家无事了？对，李小姐，我们都听你的，让云儿回来吧。她现在应该是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们是不是把仓库那些麻烦处理掉，我们就彻底没事了？那里只是煞气聚集之地，有人在那里布阵，将煞气引入了顾家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
拿一份码头地图来。这里，去看看有什么异常。是。大小姐，那7个位置全部都发现了心切的石墩，可是打烂了石墩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去把你爸和二叔叫上。去哪儿？找你堂哥。林小姐，你说有我儿子永义的消息了，他在哪儿啊？追魂锁需要以自身血液为引，布下7星绝煞阵来锁住怨魂，才能将天书之位的煞气转移到布阵之人的血清，用来化解自身的厄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里是永义布下的阵法，那仓库的尸骨也跟永义有关吗？不可能，永义性格温良，他见血就会晕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堂哥自小就很优秀，很早就接手二叔的投资业务，我也觉得跟他没有关系。这里的7星绝煞阵是用的一个愿死之人的四肢、头、胸、腹3体做阵基。你是说，这7个石墩，这跟4肢头胸腹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这骨肉成魔？究竟是什么人干的？如此丧心病狂！罗后，让人取些碎尸拿去化验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必了，让他亲自告诉我们。大小姐，让谁？32号仓库是一个走私据点。你们去那边，不能让这小子跑了！拿了我的货，一定要抓住他！这家伙的心脏正好跟老板的匹配成功，快叫人过来取心脏，给老板移植。其他的器官，赶紧联系买家。掏空器官后，我被分成7块，打碎混入了泥浆。没想到，这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恶毒，难怪这里聚集了这么多的煞气。这个人找到了一个兽首，他的怨气牵引着煞气，沾染了兽首，所以心灯才受到影响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跟永义哥有什么关系？单凭这些字，我们也没办法找到真凶啊。愿力只是记录死者最后一段记忆，也是最惨痛的记忆。你说这阵法和永义有关，那永义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人去哪儿了呢？追魂锁是按血脉的亲疏程度来转移愿力和煞气，故永义的血就是追魂锁的源头。大小姐，你是说这是永义哥？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傲岛谁不认识永义？伤害他，就是跟整个顾家为敌。等等，这个人说，心脏被取出来做了移植，整个傲岛能完成心脏移植的只有尤家几所医院。弟妹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里就是永义和你们尤家合作的地方？大哥，且不说永义是个什么样的孩子，我们家所有的医院都是正规机构，所有的移植手术也都是正规的，怎么可能做出盗取器官这种事情呢？二婶，根据调查，那个仓库的租户的确是尤家旗下的一家医疗器械。不可能的，我们尤家世代从医，救活了多少人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？我们都以为永义是个好孩子，可他不也整出这么大的事来吗？还拿顾家做挡箭牌。大哥，这是绝对不相信这是永义做的。爸，
明明可以续命3年，你和你老婆却阳奉阴违，害得他去世。如今遭报应了吧？你们的儿子也要害死你们！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，不过我们现在也知道错了，而且友谊的儿子也死了，女儿还终生昏迷着呢。友谊啊，你在哪儿呀？你快出来看看呀！走吧。大小姐，我们去哪儿？他现在带我们去见他生前最后见到你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说前段时间你取的那个心脏是谁的？什么心脏？哪一个呀？我一天要做好多台移植手术呢。这块表哪来的？这是我自己的表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擅闯民宅！我要报警！你自己的？这表是我送给我儿子的生日礼物，全球仅此一块。你说，这表是你哪来的？是永义的。永义在哪儿？快说，永义人呢？说呀！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永义是谁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也是拿钱办事，这是我前段时间在32号仓库做了一个手术，从他身上取下来的。那个人难道就是有义哥？不是有义，不可能会是有义的。你告诉我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他多大了？20出头，跟他长得很像。我的儿子。心脏送去哪儿了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对奥岛一点都不熟。有一伙人不定时接我去做手术，那个心脏摘下来之后就被送走了。那伙人老大叫龙哥，还认识这个小伙子叫顾少。二叔，我杀了你！二叔，把他带走，让他把他知道的全都吐出来。妈，妈，儿子，这里的七星绝煞阵已破，依附在你身上的追魂锁也不起作用了。可幕后真凶还没查出来。顾永义是正姬，也是血液，那么想转移煞气的人，必然也是血亲。顾永义的血亲，除了顾家，那就只有尤家了。难道幕后真凶是尤家人？弟妹，顾家从未亏待过尤家，到底是谁？是谁要害死我们？我不知道，我家人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永浩，通知下去，跟尤家断绝合作关系，一定要找到害死永义的那个人是谁。是。医生知道的东西并不多。尤家说仓库早就转租给了另一家公司，那家公司查了是个空壳，没有证据证明这事儿跟尤家有关呢。码头那里也没有监控，那个兽首也下落不明。大小姐，求你帮帮我，抓住害死我儿子的凶手吧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爷，云姑娘她失踪了。失踪了？云儿手上未愈，最近一直都在老宅休养呢，她怎么可能会失踪呢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调了监控，凌晨
离开他家。抓紧给我看看。这怎么回事？顾云这个样子，怎么像在梦游一样？被催眠了。催眠？怎么会啊？如今顾家都没见过人，谁催眠了他？只需要有人把东西带进来即可。弟妹，前几日你是不是回了尤家？什么时候回去的？永一死的那么惨，大哥已经断绝跟尤家一切关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去的？去看。我爸说他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就回去看了看。这个蠢货，你对鱼儿做了什么？你想害死鱼儿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爸让我带了一炷香回来，说能让女儿恢复身体。我真不知道。失魂香。你还嫌害得我们不够吗？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一个女人？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？如果当天有一句死的话，我宁愿死的那个人是我。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我爸呀，难道他还能还有一个莹儿吗？那可是他的亲外孙啊！眼下不知道凶手是谁，尤家每一个人都脱不开关系，你爸也是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当务之急是把鱼儿找回来。大小姐，您看我们该怎么做？码头七星锁煞阵已破，施术者利用失魂香将顾云引走，恐怕要在煞气最重的地方重新布阵，去那里找便可。可码头的仓库都被封了，这傲岛还有哪煞气最重啊？医院的太平间，那里都是刚死了的人，肯定煞气最重。挺聪明的。王管家，立即调集全城监控，尤其尤家医院附近，找到顾云下落。是，大爷。监控显示，顾云最后就出现在这家医院附近。该不会这就是煞气最重的地方吧？我们就这样走进来，不会被什么脏东西给缠上吧？心中无邪念，何来惹尘埃？你们在这干什么？乱叫什么？我是值班医生。大半夜的，你这样会吓死人的。你也知道这是大半夜的，这里又不是急诊，你们在这里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？没想到这煞气冲天的地方，还有一心向善的功德之人。你说什么？天哪，这个女人好漂亮啊！我跟她一比，我好像丑小鸭一样。张医生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原来是认尸的家属，抱歉啊，误会你们了。家属请节哀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顾宇。不，我们不是要找尸体，我们要找的是活人。活人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停尸间，没有活人。你，喂，那是什么？还说没有活人？那是什么？还说没有活人？那个房间你们不能进。好啊，我就说这里有鬼吧。大小姐，顾云肯定就在那里。哎，那里是入殓房，给尸体化妆的地方，这会儿正在干活呢，禁止入内。我可以跟你们确认，停尸间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位顾云。让开！我要找的是我妹妹。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今天进入停尸间的没有一位叫顾云的，整个停尸间也没有一位姓顾的，里面正在进行仪容处理呢。你们就这样闯进去，是对死者的不敬。不在那里。对不起啊，大小姐，是我太心急了。这下面是什么地方？这下面是冷库，零下30多度呢，没有活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顾云就在下面？你们不信啊？我带你们下去看看吧。真冷。
么又不冷？奇怪，制冷设备是坏了吗？你省省吧，待在大小姐身边怎么会冷呢？你们看吧，这儿没人，赶紧的，还得叫设备科下来维修呢。怎么回事？这设备又好了吗？在后面。这分明是堵墙啊，那有什么？嗯。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穿墙过来了。龙哥，这么好的货放到西边可老值钱了，怎么现在就拆上了？老板交代的事儿，我们照做就行了。这可是个细活，都给我留点神，弄错了都得完蛋。住手！啊！住手！不是让你们留点神吗？怎么又把人给我放进来了？没人看到他们进来啊，就这么凭空出现的，该不会是什么脏东西吧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你看看，他们脚上有影子。放你娘的屁！你就是龙哥，我堂哥顾永义，是你害死的。你就是顾家二少爷顾永厚，怪不得我们老板说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女人给我处理了。码头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，真的是你干的！竟敢动我顾家的人，赶紧把我堂妹给放了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顾家算个屁！既然你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了，那我只能让你们闭嘴了啊！一个小鲜肉，俩臭娘们儿，正好给我补点货，抓起来！千年佛头的功德被你们用来欺瞒天机，坏事做尽却不想承担任何后果，善恶皆有报。你们如何讨厌？你看那佛头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佛头是干什么的？教你们的人没告诉你们，没了功德之光的庇护，你们都会死得很惨吗？大哥，这个女人漂亮的不像人，该不会是个女鬼吧？我们什么事儿没见过？她就是鬼，那也是个艳鬼。正好我们兄弟们享享口福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丢榜了！敢对大小姐不敬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。你们到底对我们做了些什么？佛头的功德暂且由我保管。做咱们这行的煞气太重，最终都不得善终。这段时间你大小麻烦不断，怕是连觉都睡不好吧？是，老板，你果然是神通广大，神机妙算。以后做事的时候摆在天枢位，可保煞气不侵。大小姐，他们这是中了定身术吗？煞气入体，失了魂。煞气入体，那顾云太中招了。麻醉没醒，他没事就好。大小姐，现在他们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怎么查出他们幕后老板是谁啊？几个时辰之后便会苏醒，往后余生都会在这种失魂与清醒中轮回。那可真是生不如死啊！我现在就叫人过来，把他们都带回去拷问一遍，一定要查清楚
他们的老板是谁？居然没信号！你们这说的是什么呀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你就不用懂了。这家医院，我看你也是待不下去了。等会儿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大小姐，你在看什么？本是济世救人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阿杂之地，煞气冲天。那么多的人体器官，如果都是非法获得，不知道有多少无辜性命被残害。以灯为引，见天地设有，让往生知道，请万物慈悲，开解脱之门，愿煞皆退。他竟然在发光，直灯而已，我也可以。你功德不够。大小姐，那个龙哥交代了不少东西呢，不过他似乎没有见过他大老板的正脸，不知道老板是谁。但听他语气啊，这个老板似乎能量很大，而且好像还有神力，所以他才会心悦诚服为他做事。邪门歪道上不了台面。不过这佛头还是有点用的，似乎是什么国家级文物。几年前方家在地上拍卖会的时候买到的，但是兽首中的蛇首呢，也是在地下拍卖会出现过，但是卖家是谁，还没有查清楚。方家，永后少爷，永后少爷，刚刚送来邀请函，邀请您参加方家少爷与有玉清小姐的联姻婚宴。大小姐，这个尤玉清是我表妹，这婚宴去看看。啊，走走走走。哎呦，这不是顾少吗？哎，听说最近当舔狗，这得是什么样的大美女啊，把我顾少迷成这样啊？等会儿，顾少啊，你这就不地道了。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你不给兄弟介绍介绍？你好，美女，我叫方成杰，顾少的好兄弟。今天啊，我哥的婚礼，咱们自己的主场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。要安静。皇上，大小姐说了要安静，你小子给我闭嘴！顾少，哦不，顾哥，我发现我恋爱了。我一看到他，心就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全忘。你说是不是一见钟情？你呢？这是在自作多情。顾哥，这肯定是一见钟情。我求你了，求你让出位置，让我来舔，好不好？别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大小姐也是你能记住。五个模特，10个，全是漂亮的。求顾哥，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求你！不愧是方家纨绔啊！他大哥的婚宴，他都敢来搞事情。你看那对面，那可是顾家的顾少，傲倒2大纨绔聚在一起，那可不得热闹热闹。你可别说啊，顾家少爷最近可是消停了不少，花边新闻也少了。前段时间他们顾家不是捐出了90%的家产吗？看来是元气大伤喽。皇上，活该了吧？大小姐都说了要安静，还在这闹啊！阿奇，爸，今天是你哥大喜的日子，别在这给我惹事。爸，我没惹事，都怪这破凳子，我看就该把宴会厅所有的凳子好好检查检查。顾少大驾光临我儿婚宴，方家不胜荣幸。这今天客人比较多，如有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哎，招待不周啊，方世伯太客气了，你们随意，你们忙你们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招待客人。
天王爷在的时候，这方家对我们顾家那是要多恭敬有多恭敬。哎，现在人走茶凉喽。不过，大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，就那么瞪了一眼，那个方成杰就啪嗒一声摔倒了。与我无关，是方家有难。有难？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欢迎各位莅临方尤两家婚礼现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新娘幸福登场。大姐，那个就是我表妹尤玉清，她老公是方家大少方金伦，这两个人还真是金童玉女，郎才女貌啊，一身死气。大姐，这是婚宴，说这种话不太吉利吧？尤家嫁妆到，洁白玉石石狮子一件，天喜御锦别墅一套。尤家可真是大手笔啊！近年来，二婶他们家几乎垄断了澳岛所有医院，赚的是盆满钵满。以及南朝玉观音一尊。我要这个，他能帮我找到兽首。大小姐，这玉观音跟兽首有关系？煞气同源，有你哥身上的气息。那等婚宴结束，我上门讨。现在就要带走，否则婚宴变丧宴。这可是两家的联姻，这种场合我去向我表妹要嫁妆不合适。那是你的事情。尤后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大小姐的奴。大小姐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当奉为真理。大小姐要你做的每一件事，你都当不折不扣的完成。拼了！大小姐说的不会错，我这么做肯定会死人的。等等！啊？什么情况呢？干嘛去？怎么回事？表妹，这个玉观音我很喜欢，我感觉跟我有缘啊。我能不能带走它？顾少，你干什么啊？我是在救你们方家。顾有鹤，今天可是你表妹大喜的日子，你胡说什么啊？顾少爷，如果你对婚宴安排有什么不满，可以直说。你这是闹哪出啊？我久见了啊！第一次看在人家婚宴上抢嫁妆，哎呀，顾家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哎，该不会是家道中落，顾少爷脑袋出问题了吧？这玉观音对我真的有用，我得带走它。方伯伯、沈阿姨，很抱歉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，不过我保证，顾家一定会给你们补偿的。胡闹！我在乎你们顾家那点赔偿吗？那我只能无理了。哎，你给我放下！给我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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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他，一定要带走他！来人，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抓起来！这尊观音我要的。这长相气质跟仙女一样。是啊，好像是顾少带来的女伴。刚才没注意看，现在一看，简直是女神下凡。漂亮啊！大姐，做的不错。大小姐夸我了，我赌对了，不就是一个玉观音吗？以后大小姐就算要月亮，我都去摘。你是什么人啊？为何撺掇顾家在我这儿大闹婚宴？什么叫撺掇？这位可是林大小姐，我们顾家现在以她为尊。顾永厚啊，你听听你在说些什么？你爸知道你在这儿犯恋爱脑吗？我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顾正廷，你还管不管你儿子？为了一个什么姓林的女人，在我这儿大闹婚宴？啊？什么？喂，老公，顾家怎么说？顾正廷说，林小姐做什么，顾家都照做。
你们顾家简直欺人太甚！你们还当你们是以前叱咤风云的顶级世家吗？是啊，顾家前段时间捐了90%的家产，今非昔比喽。这可是方家和尤家，顾家要是得罪了他们，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喽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别不识好歹。大小姐要这东西是救你们家，救我们，在我这儿大闹婚宴，还抢我儿媳的嫁妆，你告诉我这叫救我们？一物换一物，我不白拿这玉观音。那灯怎么出现的？我刚刚没看见啊，好像是凭空出现的。你家有人重病，这盏灯可保他平安。顾哥，你把爷爷病重的事儿告诉他了？我告诉什么？不对啊，我爸严令禁止我，不准把这事说出去。林小姐消息倒是灵通啊，可这根本不是一物换一物这么简单。今天是我儿大喜的日子，若是过了今日，林小姐拜访方家，什么事都好办。但今日就是不行。来人，把玉观音给我抢回来！哎，没事吧？好疼！我就说嘛，大小姐要这个东西，就是在救你们家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神奇，香蜜糖邪门啊！该不会像顾少说的那样，这尊玉观音会害了方家吧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！这尊玉观音，听说是请法师专门开过光的，送子赐福，怎么会有问题？我看啊，就是这个臭女人在这儿捣的鬼。我不管你使的什么法子，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儿给我胡乱闹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方师伯，谨言慎行啊！大小姐可不能得罪。真不肯换？不换。那这便是你们方家的命数。今日执意不肯让我带走，便自行承担他的后果吧。啊，大小姐，真不要了？不要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好。我跟你说，大小姐生气了，你一定是麻烦了。慢着，搅了我们家的婚事，让我方家丢了脸面，不道歉就想走？怎么，大小姐不要这破观音了，还不让走？我们今天本来风风光光的，结果被你们搞得一波闹剧，你表妹还见了红。顾永鹤，你就别再护着这个臭女人了，让她道歉，让她跪下来道歉。让我跪下，怕你受不起。受不起？整个傲岛就没我沈春芬受不啊！春风，妈，春风啊！大小姐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春风，春风，本想着你大哥结婚能给你爷爷冲冲喜，没想到这婚礼竟然被顾家那混蛋给搅和得一团糟，你妈还住了院。爸，你说那林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先前抱着那玉观音的时候，就感觉浑身发冷。听他胡说八道，他不来的话，今天这婚礼好好的，说不定你爷爷都要好起来了。爸，你好点了吗？快了，我感觉你妈在下面叫我去陪她了。爸，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已经让经纶去找更好的医生了。您放心，一定能治好您的病啊！爷爷这病什么都查不出来，而那个林小姐说一盏灯就能治好爷爷，真有那么神奇吗？阿姐，你说一盏灯？什么灯啊？阿姐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有个林小姐，她说用一盏灯就能保您平安。灯啊！爸，那就是个骗子。
今天在婚礼上还大放厥词，把婚宴弄得一团糟，春风都被灯砸伤住院了。林小姐想用一盏灯去换大嫂的嫁妆，爸没换。爸，你真是个蠢货！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姐，你说那个小姐姓林，20出头，长得像仙女一样。对，林小姐长得特别漂亮，我一看见她就心动不已。爷爷，您见过林小姐？柜子下面。快！爸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这不是林小姐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张老相片上？你们看，左边这个是我的太爷爷，右边那个是故乡里的太爷爷。那这照片不得快200年了？不是，那这林小姐的容貌就一直没变过吗？听我爷爷说，当年太爷爷逃难到澳岛，沾染了疾病，在顾家门口奄奄一息等死，碰到了林小姐。他让顾家为太爷爷点了一盏灯，太爷爷便活了下来，从此就像走了大运一样。所以我们方家就因为那一盏灯才得以延续。你说你是不是个蠢货？那林小姐说的岂不是真的？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他想要尤家送的那尊玉观音，我没同意。他说这就是咱们方家的命数，让我们自行承担这个后果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少爷他好像中邪了！救命啊！老爷，你看这，怎么了这是？大嫂，我哥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一开始还好好的，他突然像发疯了一样的咬我，他要吃了我。那这便是你们方家的命数，今日执意不肯让我带走，便自行承担他的后果吧。阿杰，快带上于国义去顾家找林小姐，快！好。进来。大小姐，方家来人了，要见你。不见。他们还带了那尊玉观音和价值10几亿的礼物。那尊观音已经没用了。你们回吧，大小姐说不见。世侄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是不该那样对待林小姐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这样，你看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跟林小姐说说，方家有难呐。顾哥，我爷爷病还没好，我大哥现在又出事了。林小姐要是不帮我们方家就真的完蛋了。我昨天就提醒你们了，你们偏不听。现在好了吧？这都是血泪的经验教训。是。你再帮我们跟林小姐说一说。哎，我这玉观音都带来了。大小姐可说了，这玉观音现在没用，你们还是请回吧。什么？没用了？这才1个晚上，怎么就没用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是帮大小姐传话的。你们昨天还嘴硬的不行，怎么今天就变了脸？我说你们方家，其实就是活该。
方某对林小姐不敬，还请林小姐见谅。如今方家危在旦夕，望林小姐不计前嫌，助我方家度过此劫。从今往后，方家任由林小姐差遣。林小姐要是能救过我爷爷和我大哥，我方成杰从此以后任由您调遣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还想跟我抢大小姐的奴啊？给我起来，快！鬼胎已成，若要灭他，代价不小。只要能救我父儿一命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就算是散尽家财，散尽家财也无妨。爸，小芳的后人倒是有些魄力。起来吧。啊，林小姐答应救方家了。那玉观音上沾满了煞气，昨日若是我带走了，方家受些波折也就过去了。可你们非要留下，如今这煞气已成鬼胎，7日后孵化，将方家吞食殆尽。这玉观音是尤家送来的嫁妆，他们怎么这么恶毒，害我大哥？别胡说，说不定他们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哼，谁知道跟他们有没有关系？我们家还要找尤家算账呢。走吧，去方家小住几日。哎，林小姐，哎，我来。方成杰，过分了啊！这林小姐是上我们家，理应是我来引路。方成杰，我可是服侍了大小姐数日，你懂个屁呀！你知道大小姐平时生活习惯是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大小姐连洗澡水都是天山雪纯水？林小姐，您放心，您在顾家，他们怎么招待的您，我们方家只会加倍。没用的东西。林小姐，您请。这不是？林小姐，怕您住不习惯，这整个房间都是按照林小姐在顾家住的样子来布置的，您看看是否满意？不错。顾哥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哼，见过会舔的，没见过比你们家更会舔的。那林小姐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去看看家父，或者是经纶？哦，不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！我知道您的身份尊贵，本应是家父来见您，可是他现在的身体……你父亲只是中了煞气，体弱气衰，你去把这盏灯给他点一下，方可痊愈。谢谢林小姐。哎呀，你个蠢货呀！赶紧给我把它给熄了！爸，您好点了吗？我好的不能再好了。你们败家子儿啊，怎么能点那么久啊？啊！爸，林小姐说您中了煞气，那这盏灯这么管用，我就想着多点一会儿，好让您完全康复啊。哎呀，你知道个屁呀！当年呐，就是这么一盏灯，我太爷爷给我们方家带来了足足200年的运势啊！我现在这把老骨头了，哪用得了这么多呀？还不赶紧把它给我熄了！剩下的把它当传家宝供起来呀！好。阿姐，来，陪我去拜会林小姐。好，请。这是我收藏的100年玉壶香，比顾家那大红袍还要好上数倍。还行。好，你们方家财大气粗，可以别老是踩着我们顾家呀。别吃了，是给你吃的吗？别忘了啊，大小姐来你们方家，只是暂住几天。哎，
怎么是暂住几天啊？这里就是林小姐的家，林小姐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处理完鬼胎就走。多谢林小姐出手相救，可是老夫就是不明白，这鬼胎究竟是何物啊？为什么偏偏盯上我方家啊？你的病不过是受了点煞气的影响，这鬼胎就是煞气成型的邪种。若非你家养分太充足，这鬼胎也不至于一晚上就成型。怎么会？我方家一向积德行善，虽然不像他们顾家有取一散九的祖训，可是在这傲岛之上，我方家善事没有少做呀，怎么会有煞气？你的收藏，带我去看看。好，老夫平日没有什么其他的嗜好，就喜爱收藏古董，这里就是我全部的藏品，难道他们有什么问题吗？早就听说方老爷子光是收藏古董都够开个博物馆的，没想到有这么多。这可都是我爷爷的宝贝，我平日里进都进不来。兽首，你知道吗？难道是兽首的问题？爷爷，连那个你也有收藏？哎呀，小声一点。林小姐，我知道兽首这个级别的国宝不应该由私人收藏，可是我实在是太喜欢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会马上把它捐赠给国家。取出来，我看看。好，好。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早年听说有4尊遗失在傲岛，没想到有一尊在老爷子你这儿。机缘巧合，机缘巧合。林小姐，你看这兽首，假的。假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找专家专门测定过，我还用仪器鉴定了它的年份。哎呀，我真是糊涂，我怎么敢质疑林小姐呢？哎呀，真是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啊！尤振雄那个老王八蛋，我一定要找他好好算账。等等，老爷子，您说这尊兽首是我二外公卖给您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二外公也是一个古董收藏者，我们平常私下里经常交换藏品的。爸，您知道吗？就是尤家送过来的玉观音，才让经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个拿下来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这些全都是尤振雄换给我的，加上玉观音。七剑，难道这又是一个七星绝煞阵？七星绝煞阵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前不久，我们找到了有一哥的下落，他被人暗害，拆走了器官啊，全身的骨肉与混凝土凝结在一起，浇灌成了7个石墩，组成了七星绝煞阵。这是什么人干的？竟然如此恶毒！这也太可怕了！用这种方式杀死一个人，这七星绝煞阵岂不是更加恶毒？这阵法就是通过血清将自己受到的厄运与煞气转移出去的邪阵。这么说，我们方家就是承担了施术者的厄运和煞气的替罪羊。这些个烂东西，我把它给砸了！鬼胎已成，这几件古董就是寻常之物，留着吧，我还有用。好，听林小姐的。林小姐，煞气要通过血清才能转移。那经纶的情况，难道是因为他刚娶的媳妇尤玉清
又是尤家。把那个毒妇给我抓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究竟是谁在害我们方家。老实说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经纶有救了吗？你还好意思提经纶？要不是你害了他，他能变成这样？公公，经纶怎么可能是我害的呀？我跟他情投意合，感情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那你为什么在他的体内种鬼胎呢？鬼胎？什么是鬼胎啊？表哥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尤家还剩几个女人？大小姐，尤家子嗣众多，我二婶那一代，尤老爷子一共生了4男5女，可是我二婶那一代只剩下我二婶一人，我表妹这一代原本也有4个，可现在也只剩她1个。这说来也奇怪，你说上一代存活率不高也都正常，但是这一代尤家的女人嫁出去没多久就发病身亡了。哦，放她走吧，也是个可怜人罢了。是，林小姐开恩，还不快滚！女子属阴，本就是煞气的承载者，只怕这尤家女子个个都是炉底，而她们不自知。大小姐，那你的意思是，这施术人是尤家的男性？那这就很难确定了呀。我一共有4个舅舅，6个表弟，岂不是都有嫌疑？那就找上门去啊，让大小姐一个一个收拾他们。胡说八道！尤家近年在医疗行业的成就声望极高，你没有证据直接就找上门去，你觉得他们会承认吗？不用急，收了鬼胎，那人自然会浮出水面的。对，先救经纶。您有什么吩咐尽管提，我们方家照做。去你家祠堂，从那盏灯上取份火种过来。早就听闻他们顾家的滔天运势靠的就是那盏灯。哎呀，何必只是去取个火，干脆就把那灯放到我们方家来呀？不就是取一散酒的规矩吗？我们方家也能做到。方老爷子，那灯放你们家，那我们家咋办？哎，是侄啊，我们2家可以轮着放，1、3、5放你们家，2、4、6、7放我们家。灯不能动，这7日万不能把火熄了，否则会有血光之灾。请放心，林小姐。德昌，调集所有保安，务必日夜密切守好这里。好。哎呀，再熬1天就不用再盯着了。我们还算好吧，可以守在这里。你看老周那帮人，24小时啊，3班倒，一大帮子人守在收藏室门口，连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。听说啊，这方宅里闹鬼了。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是个漂亮的女鬼。说到女鬼啊，你看最近方少爷陪的那个女的，哎呀，真是漂亮的简直不像人一样。见过一次，那么漂亮的女人，要是我女朋友就好了。就算做不了我女朋友，能睡一次，也心满意足了。你就别做白日梦了吧。你看方少爷对那个女的都要毕恭毕敬，咱们这种人哪配得上人家呀？你一个老处男懂个屁呀！做人要有梦想。哎呀，我肚子疼，要去趟洗手间，都不知今天吃啥了。盯紧点啊！来，去吧，去吧。哎呦，啊！刚什么东西过去了？不对呀，老周守着门，收藏室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，可能是我眼花了吧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人家这不是好几天没见你，想你了吗？哎呀，里面有动静，听到没有？
哎，不可能啊！我们守这么严实，怎么可能会有东西进去？老肖，监控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老肖，少奶奶，我们大小姐果然是神机妙算，这鬼东西竟然真的找到你这儿来了。其他房间有心灯护着，他进不去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那些灯，刘玉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大嫂说话声音怎么成这样了？他现在可不是你大嫂，他被鬼胎附体。什么？鬼胎附体？难道说他跟大哥一样，都被献了祭？对了，林小姐，刚才保安通知我说，收藏室里的灯突然灭了，难道是这个原因？什么？灯灭了？大小姐不是说过灯不能灭吗？否则会有血光之灾的。我们派了10几个安保守在收藏室门口，还装了监控，24小时有人看着收藏室里的情况。可是谁知道收藏室里的屏风架突然倒，扑灭了一盏灯。对不起啊，林小姐，这监控室里的保安玩忽职守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我干的，他不好吃。我靠！该死的邪祟！大小姐，收了他。不对啊，我和阿杰在得到消息的时候，还是在经纶那里，他还是那个模样，肚子还越来越大，那个应该是鬼胎啊，这怎么还有一个？鬼胎本来就2个，龙凤胎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尤家女子为炉鼎，要用自身来承受施术者的煞气转移，反噬而死；要么就以自身为引，将煞气传导给血亲，以血亲一家的运势来化解。难怪林小姐说尤家女人都是可怜人，她们都是被那个施术者给利用了。所以我们顾家、方家作为顶级世家，是因为本身就有强大的运势，所以尤家才会选择和我们联姻，让二婶跟表妹嫁过来。方家本就是对方的一个备选，我破坏码头的7星锁煞阵后，他急需要一个载体。方家的运势远不如心灯护着的顾家，于是由此种下鬼胎，想借鬼胎孵化，一并吞噬方家。知道的还真不少，赶快把我放了，否则我就吃了你！我靠，动都不能动！你方经纶腹中的是个女胎，靠煞气为养分，而你才是真正的鬼胎。想要吞噬方家，包括那个女胎，才能成型。等到我化成人形的时候，全天下就没有人能治得了我。小小邪祟，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待你成形之日，也是你魂飞魄散之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，鬼胎只有唯一一个作用，那就是成为施术人的肉身。不可能，我一定会成为天下无敌，怎么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肉身？大小姐，修真小说里的夺舍，竟然是真的！岂不是说可以长生不老？孵化鬼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
我不是尤家的少奶奶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生了很重的病，我丈夫为了给我治病花了很多钱，但还是没能把我治好，所以他说要把我先冷冻起来，等他找到治好我的办法，才将我解冻。我是听说尤家在很久之前是在尝试着人体冷冻技术，所以我现在是被治好了吗？我活过来了。不对，我是被冷冻起来了吗？为什么我现在还感觉这么热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没有被冷冻，你是被人用五行鬼术炼成了鬼胎。了解，什么是五行鬼术？水逆火烧金石阵，槐木观风，煞土埋，就是用这种方法将将死之人保留一丝灵智，然后再炼成鬼胎，用血迹幻化成人形，如此就可以跟施术者的魂魄完美融合。岂不是要将人生生活埋，就像那七星锁杀阵一样，全世界恶毒的法子？不可能，他说过他会救我的。他是谁？他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，尤家的家主尤振雄。二外公，怎么会是他？那些害人的古董就是他送给老爷子的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许你这样说他，他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。等我修化成肉身，我一定会天下无敌的。大小姐，他这是死了吗？鬼胎成型才能唤醒那一点灵智，如今施术人已知，这鬼胎便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林小姐，鬼胎清除了，就轮他。你放心，养分没了，女胎也活不了多久，过了今晚就没事了。太好了，大哥没事了。大小姐，如果幕后之人真的是我二外公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去找他，那兽首应该就在他那里。我不相信，我爸不会做出那些事情的。永义也是他害的了。我们亲耳听见那个鬼胎就是二外公搞出来的，所以永义哥恐怕也是。我去找他去。二弟，没有证据，你去找他有什么用？我们方家这些年跟他们尤家走得比较近，尤振雄这个人深居简出，极少露面。前些日子我约了他，可是他说他刚刚做了心脏手术，正在静养。从时间上看，正好对上顾永义失踪的时间。那可是他亲外孙的心脏，他怎么下得去手呢？哼，一个连自己妻子都能活埋的人，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要想让他认罪的话，岂不是难如登天啊？无妨，七绝血煞阵已破，鬼胎已毁，煞气自然会反噬，他的命不久矣。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再说了，兽首还在他那儿，要是被他走私出去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他之所以留着兽首，是因为国之重宝蕴含着功德之力，可以缓解煞气的反噬。那我倒是有个法子，他尤振雄这会儿肯定在寻找能够缓解煞气反噬的东西，我们就用国宝引他入局，再把兽首换回来，再来个偷梁换柱，让他自食其果。不错，会动脑子了。你说的简单，哪来的国宝？你有吗？我那儿呢，倒是收藏了一些宝贝，但是估计有用的早就被那王八蛋给换跑了。他用的假蛇手换走了我3件国宝级的宝贝。国宝，我有。像林小姐这样神仙般的人物，您手上的东西自然称得上是国宝。可是这一次是去换兽首啊，什么级别的国宝才能让他动心呢？
中华鼎，传说中的镇国神器，那个一鼎震九州的中华鼎。可是这中华鼎，你知道个屁！林小姐手里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内尊呢？内尊呢，不过是奥岛回归的时候，世界华人总会参照上古九鼎中的中华鼎的样子铸造出来的。据传，正是因为有了这口鼎，我大夏才能在任何朝代都能分久必合，天下一统啊！这样的镇国之宝，尤振雄肯定会动心。可是，他是要用国宝来缓解煞气的反噬，就连兽首都被他的煞气给污染了。我们要是把中华鼎换给他，会不会对镇国神器有什么影响？我的东西他可玷污不了。他若拿了中华鼎，即使爬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定能将它找出来。好，那就以中华鼎为饵，好好谋划一下，引这个老狐狸入瓮。起鼎，听说这个盘面会有重宝。顾哥，你说这能行吗？这中华鼎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小玩意儿，这都没有兽首的一半大。尤振雄那个老狐狸能来吗？是啊，大小姐，风声我们都放出去了，万一尤振雄不上当怎么办？他现在的情况，不来就是死。那个就是尤振雄，旁边的是他最宠爱的小孙子尤明礼，听说在他们尤家的地位比二代的叔婆们还高。为了长生不老，尤振雄对自己可真够狠的。大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行尸走肉，他早就是个死人。阿姐，拍卖会可是有国宝的，你爷爷怎么没来啊？我爷爷病还没好。老喽，都老喽。永后啊，以后常来家里走走，都是亲戚，你们顾家怎么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？哦，生意上的事情，我也不清楚。方家和顾家都来参加拍卖会，一会儿好东西上来，你们可得手下留情啊，让我这个老头子。腿子好。吓死我了！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怎么还能说话？他的手离开过尤明礼吗？对啊，从进来开始，他就一直扶着。傀儡术，控尸，说话的人是尤明礼。怎么会这样？尤振雄已经死了，那我哥还有房间那些事是谁做的？那个尤振雄是行尸，尤明礼才是尤振雄。等会儿，我有点听糊涂了，脑子转不过来了。顾哥，你听懂了吗？哦，好像有点懂。大小姐的意思是，那个尤振雄其实是一具尸体，尤振雄夺舍了尤明礼，对吧？不是，那他这都夺舍成功了，怎么还要我哥给他生鬼胎？魂魄不合，被夺舍的身体器官会一一衰竭。那我哥的心，脏，其实是移植到了这个尤明礼身上。各位贵宾，
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压轴拍品——中华鼎。中华鼎这么小啊？该不会是仿的吧？胡说什么呢？啊！传说中大禹治水，这鼎中装满锡壤，那锡壤就拳头大一坨，那这鼎不就巴掌那么大？确实是。但这件拍品的卖家，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不接受现金出价，这怎么办？只接受藏品交换。有愿意的贵宾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提交你们愿意交换的藏品。哎，都安排好了，只要尤振雄肯拿出兽首交换，就马上通知我。太好了，大小姐，尤振雄上钩了。不是，怎么不换了？等等，这还等什么呀？咱们不就为他来的吗？等等就等，废什么话？是大小姐。什么？2尊？大小姐，你让我等等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再等等。我不行了，顾哥，我扛不住了。尤振雄，我拿出了第3尊兽首。等。大小姐，还等吗？等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要是尤振雄拿不出更多兽首怎么办？龙首，4尊兽首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尤振雄已经安排人把兽首送去贵宾室了，我们可以去验货。快，找专家鉴定一下，是不是真的？不必了，是真的。太好了，咱们中华京给他个假的，让他赔了夫人用折兵。真的给他？不是大小姐，咱们不是说要偷梁换柱吗？为什么要给他真的？给他。大小姐，这都3天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把中华鼎给要回来啊？急啥？你就说你急啥？我们大小姐胸有成竹。大小姐，这兽首通过合法的渠道已经捐赠给国家了，可是这中华鼎，明日9月初9，这尤振雄应该也要把鼎还回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中华鼎归位，这可是莫大的功德。为什么还是得不到您的庇护？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我的命运？把我的东西还回来，算什么功德？诸位师伯，你们也来祭祀啊？尤振雄，你装什么？我们就是为你而来。顾少，你记错了吧？我是尤明礼啊，我爷爷身体不好，在家中休养呢。哼，装，接着装。我说你这个老不死的，那副臭皮囊还不赶紧来了？这么热的天，不怕臭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尤正雄，你这个混蛋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尤振雄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认罪伏法吧。你们尤家的医院伪造病人死亡证明，
把本可治好的病人治死，然后打着器官捐赠的名义走私贩卖器官。除此之外，你们尤家还利用我们方家的货运渠道走私古董，进行洗钱。这些证据我们都已经交给了各大媒体，警方也介入了调查。现在你们尤家在整个澳岛都已经身败名裂，人人喊打了。你们两家联合起来搞我！你对我们两家又做了什么？你当我们不知道吗？七星绝煞阵想害我们两家家破人亡。你们怎么知道？不可能！这世间不可能有人知道七星绝煞阵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。罗振雄，在大小姐面前，还能藏什么？大小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原来是你！码头和医院的事情都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别倒打一耙，那些事情分明是你搞的鬼。我们啊，正本清源。方家的局也是你破的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个寄生虫，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还想吸我们方家的运势，你真是不要脸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拍卖那天你也在场，这中华鼎就是你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不然不可能没有反应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孽畜，还不现形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孽畜，还不现形！你是关了你1000年，死不悔改，死灰复燃，为祸人间。心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没有为祸人间，相反，我是在救人，我在救人。不愧是魔，真能辩解。都坏事做尽了，还敢说自己是在救人？尤振雄，他本是逃到澳岛落魄户，是我救了他，让他开枝散叶，成了澳岛顶级世家。要不是我救他，他早就死了。尤振雄贪得无厌，我们都查过了。当初因为放高利贷被仇家灭门，才逃到了澳岛。你救了他，本就是个十恶不赦的人。正因为此，心魔才会选择他附身。放屁！我逃到澳岛之前放高利贷是不假，但我没放贷，那些人都要被活活饿死。是我救了他们，是我救了他们。他们现在反过来恩将仇报，绞杀我全家。他们还不起钱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多少人被你害得家破人亡，你怎么不提？可是我在澳岛可是开医院的，济世救民，这总归是救人吧？这可是莫大的功德呀！明里救人，暗里杀人，你还敢说自己济世救民？生命的价值不是由你定的。说的冠冕堂，还不是为了赚钱？你说你一个魔赚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哼，我说你是不是傻啊？没钱的怎么收录国宝啊？那没了国宝的功德之力啊，早蹦跶不起来了，就差一点点。中华鼎，镇国之宝，这无上的功德我竟然吸收不了，就差一点点啊！靠着国宝的功德之力，苟延残喘到今天，你也该回到你该回的地方。不要，不要！我不要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烽烟里。大姐，你把他收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打到灰飞烟灭？魔由心生，
这人世间本就欲念横生，处处皆心魔。尤振雄是因为自身的贪婪，所以让心魔有了可乘之机。那岂不是说我们都会被附体？恪守本心，一心向善，自然百邪不侵。大小姐教训的是，经此事后，我们顾家人一定讲规矩，循祖训，绝不污了首登世家之名。大小姐，您考虑一下，我们方家也能够遵循祖训，这新灯能不能让我们方家也守护一下？林小姐，我也能做你的奴。我比顾哥更会舔不是，更听话。以后这底就放你们方家守护吧。大小姐，您要去哪儿？方家诚心为奴，愿守新灯。自此之后，所赢之财散酒取义，